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一段关系破裂了，对方对你冷漠、伤害，甚至背叛，你心里憋着一口气，暗暗发誓，我一定要让你后悔，我不会原谅你。有一天我要让你看到我成功，让你明白你当初错的有多离谱。这是一种变相的报复，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追求成长，其实骨子里是伤痕在掌舵。我们以为自己在往前行，实际上是被仇恨推着走。这支影片我跟你聊聊为什么不要报复，以及如果我不报复，那我怎么从伤痕中走出来，怎么把注意力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真正自由。报复的背后是受伤的自尊。我们为什么会想报复？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想伤害对方，而是因为我们太受伤，我们不甘心，觉得不公平，觉得自己的真心被践踏，想要透过报复让对方知道你错了，你伤害了一个好人，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说白了，我们想要的是一种心理平衡，是一种你不能就这样走了的感觉。但问题是，这种心理平衡真的会来吗？我们以为看到对方受苦，我们心里就会好受些，但很多人经历过报复之后，发现自己并没有更快乐，反而多了更多纠缠和内耗。你试图让对方难堪，结果自己变得计较、算计，甚至冷酷，结果迷失了原本的自己。你以为报复是一种解脱，其实是另一种囚禁。你让自己活在了对方的影子里，把主动权交给了那个人。你可以愤怒，但不要报复。我想澄清一件事，不要报复不等于你就该忍气吞声。你当然可以愤怒，甚至你应该愤怒。愤怒本身不是罪，是一种情绪上的自我保护机制，它在提醒你这里有界限被踩了，有人不尊重你。关键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份愤怒。有人选择压抑，把所有情绪吞下去，但代价是他可能会开始自我怀疑，情绪压抑，甚至转而伤害自己。有些人选择爆发反击，但往往会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战争。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允许自己有情绪，但不要让情绪来掌控我们的行为。在心里说我很愤怒，我受伤了，但接下来要问的是，我真正想要的是报复吗？还是我要疗愈自己？报复是低效率的疗愈。为什么说报复不是一个有效的疗愈方式？因为报复是建立在我控制得了别人的幻想上。你想透过让对方后悔来获得一种心理补偿，但现实是对方可能根本不在意，或者他根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。你花了很多力气布下一个让他难受的局，对方却毫无感觉，而你呢，花光了时间、精力、专注力，却一点都没好过。这其实像是你想治愈自己的伤，但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谁伤害了我，而不是我该如何愈合。你想让对方得到教训，但这个教训真的是你能安排的吗？你不是法官，也不是命运的安排者，你唯一真正能控制的是你如何回应这个伤害。与其希望对方后悔，不如确定自己学到了功课。很多人问，那我就这样放过他了吗？我常说一句话，我们不是放过他，而是放过自己。这段关系已经结束，那人也已经离开，但你可以带走的是你在这段关系中学到的东西。你可以学到什么是红灯信号，学会设立界限，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，学会不一味讨好，学会保护自己的价值。这一切才是你真正该带走的礼物，而不是苦苦等着有一天他后悔。这等于把你的人生交给一个已经离开的人。即使有机会，也不要报复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几年后你真的过得更好了，而那个曾经伤害你的人
突然出现在了你的生活圈、社交圈，甚至主动向你示好。这个时候，机会来了，你完全可以以牙还牙，狠狠地羞辱他，让他知道当初你错过了什么。但我想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敬佩的力量，不是反击，而是选择不反击。不是因为你脆弱，而是因为你已经不需要了。你已经长出一颗更成熟的心，知道什么该留，什么该放。你不再把仇恨当作动力，而是用爱和信仰来指导你。你不愿再为一个不值得的人花费你的智慧、你的情绪、你宝贵的精力，把精力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你把精力放在哪儿，生命就会长成什么样子。你可以把精力用来策划报复，或者你也可以拿来读书、成长、运动，陪伴真正关心你的人，或单单休息，安顿自己。别让过去的伤继续占用你未来的养分。你越早松手，越早可以腾出双手去接住新的可能。你越少想着我要让他难堪，就越多空间成为一个你让自己都佩服的人。放下掌控，才有真正的自由。我知道有些伤真的很深，原谅很难，放下也不容易。那句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有时候会在我心里浮现，提醒我不需要扮演上帝，我不需要掌控谁该承担什么后果，也不需要安排他应得的下场。那不是我的责任，我的责任是守住我的心，不让仇恨腐蚀我的灵魂。当我愿意把那份执念交出去，才真的有机会释放自己，走出阴影，走上一条更宽广、更轻省的路，让爱引导，而非伤引导。亲爱的你，如果你正在经历关系的破裂，如果你心里有一份压抑已久的愤怒，如果你每天都在想，要是能让他后悔就好了，我理解你那种被伤害的感觉，那种不甘，那种委屈。但我更想邀请你，用更深的爱和更高的眼光来回应这段故事。你不是要靠让对方后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你可以靠自己的选择、成长、宽容和坚定，成为一个让自己骄傲的人。愿你有勇气放下，愿你有智慧沉淀，愿你在每一次想报复的念头出现时，都能提醒自己，我值得更好的，不是为了让对方后悔，而是为了我自己自由。愿你平安，也愿你被爱。我们下次见。